我还是觉着你对大家有太多的牵挂，要不然一起去吧，只留我一个人就可以。你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行了，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呢？万一你死了，谁给你收尸啊？咒我呀！我咒你啥？这是你教我的，说死就不会死啊！对，不怕死，就不会死。行了，咱俩别磨磨唧唧的了啊！兄弟们，准备，敌人要来了，咱边打边撤，老规矩。是。都听好了，沿着街道的两侧防御，排长设置急速手榴弹，准备战斗。是。拉吧，别动。怪哥，可以了。你记着，越是紧要的关头，越有沉住气。别看了，赶紧走！来，还是独立团。是。没想到香湛教授也被他们占了那么大便宜。你马上搜索部队，连夜追击。我马上安排。这个六世军都快成了我的噩梦了。将军阁下，请息怒。正如您所说，他们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倒计时。抓紧时间追击！
来。快快！小刀，生意好，佩君，快撤快撤！不行，佩琴，你没事吧？是你们撤，没事，我来断后。你阿妹刚嘱咐我帮你带走。哎呀，你别听他的，还是你们撤，我来断后，我放心。这次轮到我，你撤，我留下来。不行，你是团长，而且你还是一个病人。团长，你和参谋长先撤吧。啊！以恒，听见没有？你先撤，我们留下。枪太重了，我来拿。谢谢。皮哥，哎，你说刚才小刀跟佩锦姐抱一块儿抱得太紧了，你说弄得咱们吧也不好意思。就你嘴快，赶紧的，督促兄弟快撤退，快撤，快撤！自己多保重。陈病审知道，咱们撤。走，快，快点，兄弟们！大虎，哎，把参谋长拉走。是，别动我，我要留下来，跟他们干仗。你要干仗？我看你没心思干仗吧。好，走，跟着我，赶快走！这全线溃败，怎么能怨我们呢？师座，电文上说我们提前1个小时撤退，引发了整个战线的动摇。胡扯！我是按照向华总司令的电文指示行事的。哎，当时你们也都在场啊。我和龚维可以做这个证。师座，兵团司令部搞乌龙，也不好说。以我之见，咱们再申请一次比较好。对，您和张长官有交情，这封电文充其量不过是则例行问责罢了。提前1个小时？哎，当时电文有存档吧？当然留了，我特意给电讯室下了命令，就怕秋后算账。赶紧给取过来。是。挺好的。沈护士，2个小时以后必须得给他换药，记下啦。记住了，江医生。哎，想不想我现在就叫你嫂子啊？江医生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不能谈论私人感情的事儿，是吗？嫂子。你确定是这封电文吗？没错，我确定。我要你以同志的名义再重复一遍。这是我亲笔所写，电文只此一份，绝无复制品。此作孽不可活。您说什么，参谋长？谁也救不了廖师长了。进来。你随便坐啊，我给你倒茶。别客气。给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哎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？啊，没有啊。喂，这么多人可都看到你们俩抱在一起了，这可不许抵赖啊！出生入死的战友，激动之下拥抱在一起，怎么很难被你们接受吗？诚心吧你就。你们要是定了呀，我就好给我阿妈写信报喜了，说不定我阿妈还能亲自过来给你们办喜事儿呢。真的？
那你妈妈是不是跟你阿哥一样？跟我阿哥一样怎么了？我阿哥多好啊！你要是嫁给他，你一定会幸福死的。这我知道。知道的还不少。看来你们俩之前没少沟通啊。也没有，就是认识之后，通过他处事儿了解他。你别看我阿哥吧，这个人平时嘻嘻哈哈的，但其实他也是个苦命的人。当然辛苦了，追你追得多苦啊，快把人折磨死了。瞎说什么呢？不是这个。佩琴姐，我阿哥其实不是我阿妈亲生的，他是被收养来的孤儿。我就说嘛，怎么还会有这么荒唐的事儿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会有非娶自己亲妹妹的阿哥？哎，但是我阿妈可是把他当做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的。哎，沈护士，一会儿别忘了去给隔壁那床的换药啊。知道了，江医生，我都已经记下来了。阿妹，阿妹，我阿哥来了，肯定是为了你的事儿来找我的。怎么办啊？你先藏起来。阿妹，快，我藏哪儿啊？这儿，跟我来。阿妹，阿哥，咋了？阿妹，你有时间吗？你有急事儿啊？不急就等会儿吧，我这正忙呢。急啊，特别急，非常着急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。还是阿妹了解阿哥啊。佩琴姐不在我这儿。她不在就对了，她在的话，有些话我根本没办法跟你说。她不在还好。干什么鬼鬼祟祟的？什么祟？你喜欢沈佩琴，就这么见不得人啊？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上次跟她表白，你不是也知道吗？但是她不是把我当孩子吗？那这次不一样了，这次你们俩都抱一块儿了。啊，不是，那个不一样，那不是在战场上吗？战场上枪林弹雨，我看到他一个人冲，他也看到我一个人冲，像个英雄一样，他肯定就激动了，就抱了呗。行，那你来找我干什么？哦，我来找你啊，我就是要问你一下，我怎么样表白的话，他才会答应？答应什么？答应嫁给我，变成你嫂子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啊？阿妹啊，你看沈知道那么好，你怎么就不喜欢他呢？沈佩琴有什么好的呀？你喜欢他什么呀？哎，我这个就不叫喜欢，我这个叫爱。那你到底爱他什么？我爱他所有的一切啊！哎呀，昨天晚上我还梦见他呢。阿妹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沈知道啊？瞎说！我阿哥这么优秀，什么样的女人配不上啊？不过我阿哥爱的女人也要爱我阿哥才行。就是这封电文，您看，这有师座的签字，廖这个字，谁也模仿不出来。你没耍什么花样吧？我本事再大，在这种事情上也不敢耍什么花样。我知道你本事大，主意多。你说吧，现在这个事如何挽回啊？大哥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多好的机会啊！师座下令提前撤退，导致全线崩溃，不枪毙他就算好的了。这下滇军内部有的乱了。你以为咱俩能脱了干系啊？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按照革命军人连坐法，你能跑啊，还是我能逃啊？我怎么感觉只会怪罪师座一个人呢？你感觉，你哪次感觉对过？我感觉从来就没错过。上峰心里有数就行了。哼，这绝不可能啊！是不是看错了？
我还没到老眼昏花的地步。当时我明明看的是18点，不是19时啊。这一点我确信无疑。快说快说呀！卑职有个建议，说。您可以重新再写一份电报，再签一回字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电文收发的时间是18时。这纯属是个馊主意。那您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总是有人犯了错误。我当时看到的是18时，就是说，不是长官部的电报员发错了，就是如意收错了，那就是让如意来承担错误了。按照军法，这是什么罪啊？死罪都有可能。当断不断，必生后患。放屁！我从来不拿手下的性命来换我的乌纱帽。这么做确实有些不妥。我就怕上峰不仅仅要的是您的乌纱帽，要我脑袋？好啊，那让他来取好了。谁呀？这么烦！进来。陈皮啊，我正在谈正事儿，你这个时候闯进来干什么？指导员在吗？你找佩琴姐有事啊？啊，也没什么事儿。不，我正要找你呢。你到底找谁？一会儿找他，一会儿找我。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听如意说，战区长官司令部发来的命令，要撤销廖师长的职务。什么意思啊？陈皮，你慢慢说，说清楚了。原因在于廖师长带领咱们撤离了牛头山阵地，比长官部的命令提前了1个小时。什么？一定是有人陷害师长。啊！沈指导，你早就在里面啊！阿妹，你怎么就出来了？现在60军要出大事了，咱们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吧。都给我出去！师座，息怒！尤其是你，给我滚出去！师长，会有办法的。覆水难收啊！这应该是一个谁都挽回不了的局面了。你干什么呀？我突然反应过来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为什么先找沈佩琴而不是我呢？哎呀，不是，他怕我第一个告诉你，怕你乱发脾气，所以让我看着你。你撒谎！你不信是吧？你不信，你问问指导员去，问问你那个佩琴。陈皮，你忘了我是谁啊？你把我当成独眼是吧？你我都敢骗？哎呀，你成天疑神疑鬼的干什么呀？啊，我跟沈指导员说几句话，你就跟我吃醋是吧？别转移话题啊！这件事情我一点都不担心，别人都不会正眼看你一眼。哎呦，陈皮啊，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老实交代，你们俩到底有什么隐瞒我的事儿？算了算了，一句话2句话跟你说不清楚。那你跟我好好说不行吗？我是你兄弟，你对我一点耐心都没有？小刀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？火烧眉毛的时候了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有时间听我跟你解释吗？你终于承认你跟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是吧？不是你，哎，行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进去听一听廖师长怎么说。长官好。快，就地撤职，等待处置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让我在这里老老实实等待新任命的师长来，然后办理交接。这件事你不能吃哑巴亏，否则您无法给卢局长一个交代，也没办法去见龙主席。哎，在他们面前，我用不着解释什么。担心的是，咱们这支队伍的命运。有卢局长在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啊，不，
之前让他兼任军团长，实质上已经架空了他，他心里有数。报告。在这里防防线，一直要加厚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出去！哎，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吧。我们不还有话要说吗？一块说不是更好吗？来，小刀陈皮。廖大哥，一定是有人在陷害你。谁陷害？为什么要陷害廖大哥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不清楚？没有证据，你不要随便乱讲话。你啥意思啊？这件事情没人陷害廖大哥。萧一航，你摸摸自己的心窝，你相信这件事儿吗？这件事儿啊，我和你说不清楚。好了，小刀陈皮，你们心里清楚我是被陷害的，这就够了。廖大哥啊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咱们都是铁杆的自家兄弟，我离开之后，你们要一门心思地抓住部队，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助。啊，都听清楚了啊！要死死地把队伍抓在手里，谁都不许撂挑子。廖大哥，你放心，一定没有问题。长官部派来的新师长，如果不是咱们滇军的人，咱们就不听他的指挥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们两个就把这个意思啊，跟其他兄弟暗地里通通气儿。我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。有什么不妥的？我们60军出滇抗战，出来抗战本来就是要放下成见，抛弃旧怨，和中央军一起同仇敌忾，一致对外，服从中央令行禁止，这是咱们的本分的。如果我们继续这种派系斗争，公然违抗军令，只会给委员长一个继续制裁我们的口实，在媒体舆论方面也很难自圆其说，只能招来千夫所指，万民痛骂。够了，萧一航，你不要自作多情了。逮饭堂委员长对咱们哪怕有1分的公正之心，我廖某人也会顾全大局的。好了，都别说了，时间不等人。小刀陈皮，你们现在就去落实。好。如意，现在没什么事，能不能回避一下？是。廖师长活该，根本不值得我们同情。你才知道啊！说话少夹枪弄棒的。上峰来电了吗？啊，按照程序，军事调查组的人这2天就会到，因为在中央干过，不太清楚情况。3天不打，上峰揭瓦。不是，参谋长，您别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想提醒您一下，即便是走过程，调查组的人都会来，更别说这么重大的人事调动了。千万别横生枝节了。你也知道，咱们这一个师可是一个军的架构。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吧。调查组里肯定有咱们的人，只要咱们按照他们的命令行事，这不就完了呗？哪那么简单？哦，不过我还是得提前恭喜您高升。你怎么知道？上峰会把整个师交给我来掌控。以当下这种情况，您是不二人选。那一恒呢？置之何处？中央怎么可能去信任萧一恒？任命您当师长，龙云卢汉，谁都说不出什么。话都被您说完了，我说的话您可以不听，对吧？对，轮不到你说话。我说的就是最后的法子。您这样执迷不悟，不仅害了你自己，
还坑了我和部队呀！一航，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，没有别的选择。那你做你的正人君子，我来做这个小人，可以吗？报告，长官部军事调查组到。好，去吧。你要是执迷不悟、胡言乱语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向辉兄，兄弟此来是按照司令部长官的命令，查清真相，按律奖惩。还望兄弟们多多见谅。向辉兄在军内一向是以铁面包公著称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公正评断，还我清白。请。这样，我想和廖师长单独谈几句。好啊。你们先回避一下。你也到处走走，看看有没有其他情况。是。请。我只声明一点：身为革命军人，兄弟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。北伐的时候，我在战场上的表现，向辉兄您是了解的。北伐是北伐，抗战是抗战，你老兄也不要东拉西扯的。提前1个小时撤退，令我军全线崩溃，这个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，这足以给你定罪。我又不是韩复渠，这或许是无心之失吧。有心无心，天知地知。向华总司令和刺绣老师非常愤怒，如果不是校长法外求情，你的脑袋恐怕早就保不住了。这是有人故意在陷害我呀，岂能加罪我料吗？谁陷害你？你把他找出来，我马上还你清白。刺绣老师已经赋予我全权，60军杀伐决断，军官任免，全凭我个人意志行事。可惜啊，我现在还没有拿到证据。老兄，我不是一个无情的人。当年我们毕竟一起打过军阀，交个底吧。好，请说。娄汉军团长向刺绣老师求过情，要保住你一条性命。我希望你不要让长官们为难。这是个铁案，谁也改变不了。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我，杀人灭口更可以办成铁案呢。你既然还是这个样子说话，那我也就没办法了。咱们公事公办吧。以恒，坐吧。哎呀，龚伟，咱俩还算是兄弟吧？废话，当然是兄弟，谁不知道咱俩的关系啊？如果是兄弟的话，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肯定帮，帮什么忙？明知道是件丧尽天良的事儿，你还帮吗？丧尽天良就丧尽天良，得有个底线吧？杀人啊！杀人我自己动手就好了，这事比杀人要麻烦。那你就说说看，你说出来，我就帮你。
廖市长被撤职了，最合适接任他的人只有我。现在军事调查组这么一来，如果他能说服严组长，兴许他还能官复原职，那我这个机会可就白白浪费了。哦，你是让我帮他们办成铁案？现在只有物证，再加上人证的话，他廖某人就算是求龙主席、卢军长亲自出面，都难以翻案了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事成之后，我当师长，你当师参谋长。大家都升官嘛，好事啊。这是真心话？是真心话。摸着良心说。我就知道你为难。这件事情确实不那么光彩，可我没办法呀，我没得选，我不能一辈子被他踩在脚底下，看着他脸色过火吧。就这么定了。你要是铁了心这么做，我就帮你，我来做这个恶人。你只要配合我就好了。哦，果然成熟了不少嘛！啊，一恒，你要是这样下去的话，中央会对你另眼相看的。但愿如此。客气。报告，团长、参谋长、师长有请。走吧。余王山我们孤军奋战，他没给我们一枪一弹的补充。徐州撤退，单单留下我们疲惫之旅断后。这说明什么呀？就是要把我们60军当炮灰，消耗殆尽。现在我们得到了龙主席压箱底的兵源和武器补充，他立马就临阵换将，夺60军为己有，这不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吗？终于说实话了。对校长有成见就公然违抗军令，擅自撤兵，这就是为了保护你滇军的实力，对吧？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难道还让我奢望死鱼还能翻身吗？要杀要剐，随你们便吧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根本就不用调查了？当然需要调查，我也希望能还我清白。那好吧，物证已经有了，现在把知情人全叫来，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把事情说清楚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我在给上峰的电文中也汇报过。云亮老兄，您大概清楚了吧？按照程序，接收完电文之后，我当时就重复了一遍：长官部电讯室核实，收报无误。那么在记录的时候，会不会出现笔误呢？长官，当天使用的原木密码18和19并不是连号，我只管收发，并不知道电文内容，笔误也不可能让他们搞混。我认为，如意是清白的。好啊，廖兄都这么说了，我看责任也不在姑娘身上。感谢长官的信任。庄参谋，在翻译的时候会不会出现纰漏？长官，我是当面翻译的，并请如意誊写出来。如果擅自更改字迹的话，我相信如意是会发现的。的确是这样。庄参谋翻译完毕之后，直接交给我抄写，这中间应该没有什么机会改换什么。那为什么电文到了我手里，就变成18点整了呢？电文明明是19点整啊！我当时清楚地记得，我抄写出来的是19点整。我翻译的也是19点整。你在胡说八道！这难道不是你的亲笔签字吗？
预谋地对我栽赃陷害。他们都是你的部下，为什么要陷害你？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期来陷害你？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那就是背后有人指使。谁人指使？校长会指使他们这些小人物吗？你们这样对我栽赃，我不服气。师座，铁证如山，认罪伏法吧。放屁！我看背后指使的就是你刘公维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吗？师座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陷害您干什么？有什么好处吗？你就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。师座，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，给您留下这样的印象？我刘公维从来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。您是有了疾病乱投医，随意怀疑别人，推诿责任，我能理解。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怪罪于我的头上。你想拖人下水，拖我去帮忙，我也甘愿下水。问题是，这件事从头到尾与我何干？就是你在背后捣的鬼！笑话！独立团不是我刘公维的天下，也不是说我说什么是什么的地方。好了，不要这样，再吵下去有失国军的尊严。肖团长，到。翻译电文，你也在场，你看过吗？萧一恒，你说句话呀！以恒，你说说。廖大哥，你一向教导我要做人坦荡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如意庄通都已经证明了他们自己的清白，只剩下你一个人看过电文。我和龚维都是通过您传达的命令，那么篡改电文的人只剩下你一个人。您为什么要篡改电文呢？无非就是想提前撤退，减少损失，保存实力。可您置长官部的命令于何地？您还有点军人气节吗？萧一恒，你个白眼狼！你竟然在这个时候对我落井下石啊！我只不过是秉持公正之心。60军出滇抗战，龙主席与卢军长一再强调要摒弃成见，无条件服从中央和各级长官的命令。我这么做，只是为了给他们一个交代。你怎么不给我一个交代呀？你对我的忠诚又何在呀？抗战时期，我萧一恒只忠诚于国家，效忠于领袖。好，萧一恒，你个趋炎附势、忘恩负义的小人！从此之后，分道扬镳，恩断义绝。这下子你们都满意了吧？好，我走，我回云南。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。如果60军要被蒋系中央军接管的话，大家一定要沉得住气，继续发展基层官兵的工作。陈皮他们这个营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，还有士兵兄弟主动向我们靠拢呢。独眼已经同意加入共产党了，可是小刀那边有点麻烦。他问过我好几回，他说私下里你跟沈指导员都嘀咕些什么，我再不跟他说实话，没法跟他交代了。小刀呢，他本质是好的，但是脾气太过暴躁，不太适合从事秘密工作。发展他需要掌握好时机，如果太早的让他知道事情，他很有可能会有危险。还是您想的比较周全呀，比我们俩更爱护他。
陈皮，你这话明明就是话里有话。我没说什么呀，我只是说句实话。现在开的是党内会议，我有必要跟你们说清楚。我和他，至少现在是不可能的。啊，不，为什么？我个人情况比较特殊。啊，这个我了解。啊。而且现在，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还会有调整，更何况现在抗战时期，每一位同志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。在这个时候，也不是谈论个人情感的时候，就算是个人做出一些牺牲，也是没有办法的。陈皮，我希望你能了解这点。明白。严长官，军委会批复同意您的主张。军委会令：自决定独立团团部行使师部职能，任命萧以恒为代理师长。是。刘公伟代理师参谋长。是。原本职责不变，特任命庄峰晋升为中校副参谋长。是。哒啦哒啦哩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哒啦啦啦哒哒哒哒，哒啦滴哒，哒啦滴哒。谁呀？如意。请进。张参谋，参谋长叫你。副参谋长。啊，庄副参谋长，参谋长叫你。叫我？难道就没有一个请字？庄副参谋长，参谋长有请。走吧。哦，对了，请你把我的军帽拿一下，谢谢。你小子终于露出了马脚，原来是你捣的鬼。参谋长，你在说什么？属下没听明白。少跟我装蒜！要不是你提升的太快，我都没有把握。你居然敢用廖某人的脑袋染红你头上的顶子！那您的顶子不是一并染红了吗？恭喜参谋长高升！小人！哎，未得志的都不能叫小人。要说起小人的话，谁都比不过今天的萧以恒。你有什么资格评判萧以恒？最起码我不是为了一己私利，而是为了早日完成上峰交代的任务。就凭这一点而言，我就要比萧以恒高尚。我猜到你会来这么一手，这下倒是没猜着。哎，来过来看看。哦，这是最新的布防图，这是刚发过来的。你再看看这里。好，再看一下。忙完了。
喝点水吧，累了吧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不舒服坐会儿，来。萧雨禾，我算是重新认识你了。你知道了？你做的好事，全军上上下下还有谁不知道啊？廖大哥对你恩重如山，他是你的老师，更是你的兄长。要是没有他，廖大哥，你萧雨禾哪来的今天啊？你竟然为了早日升将军，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！你出卖了廖大哥，就是在出卖你自己。你说，你是不是打算把我也卖了？你说啊！美兰，这是军营，不要在这儿吵好吗？都别看了，看什么看呢？你是个大男人，做事情应该敢做敢当。我以后会跟你解释的。不用了，没有以后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说话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一刀两断。你说什么？离婚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要跟你离婚。江美兰，你疯了，别冲动好吗？我不要一个小人做我的丈夫，永远都不要。江美兰，江美兰，放开我！美兰，美兰，报告。进来。上峰密电。如意，辛苦了。参谋长，我来翻译吧。不至于。美兰，你别再这样了，你不能用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呀。是我自己的错，是我看错了人。也许这中间有误会呢。再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也要先保重自己才行。我不想保重了，我现在想死的心都有。你瞎说什么呢？阿梅，你别胡说啊！你等着。哎，小刀，你别添乱了。打起来了！萧炎，你果然是个小人啊！背叛廖大哥，又欺骗了美兰的感情。我没有。你没有，你还敢狡辩！我冲天发誓，我以前没有欺骗过美兰的感情，现在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以后，你混蛋没有以后！江小刀，我要不是看在美兰的份上，我早要了你的命。我知道你一直想杀我，你来啊！你杀了我阿爸，你的命早晚是我的。美兰，你果然是没看错他，他就是一个小人，你从来就没有想放过我。好了，以后自己人打自己人，不怕大伙笑话呀？
江小刀，我跟你说，你以后再敢目无长官的话，我一定枪毙了你。行了，我江小刀的命不值钱，但我一定不会死在一个小人手里。哎，以恒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快去叫美兰。我叫她能来吗？喊别人。好。哎，热乎了哎！来看看了啊！佩琴姐，有事情找你。啊，行，上我那说去吧。嗯。进来吧，随便坐。你怎么突然来找我了？啊，佩琴姐，我刚从昆明来的时候，给你带了很多云南白药。你交给美兰就可以了。云白药的曲老板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。谢谢曲老板还记得我。大家都很记挂你。朱先生还专门嘱咐我，让我有事情一定要找你。朱先生是谁啊？是一位可以治疗心病的大夫。如意同志，你好。佩琴同志，你好。为什么突然来找我？我刚刚接到密电，上峰命令刘公维、庄峰以及你，必须干掉廖师长。看来他们是要斩草除根。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。等廖师长离开驻地，我就尾随上去，保证一枪毙命，绝对不留任何活口。把任务交给你，我没意见，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干这种脏事儿了。你别哼哼，要想做到神不知鬼不觉，必须得好好盘算一下。那就把它放得远一点，再跟上去，保证一枪结果了。废话。什么意思？这里四通八达，你怎么知道他怎么走啊？他离开的时候，我就会派人跟踪。你别忘了，廖师长是行务出身，摆脱跟踪会有很多的办法。佩琴，隔墙有耳，怎么你俩忘了吗？沈少校，此事与你无关。能接近廖师长的，除了我，你们俩谁可以？庄峰，你让佩琴接着说。我护送廖师长去云南，这样一来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。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地点。庄峰，你凭什么认为廖师长会信任你？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你别忘了，他一直以为我是卢汉的亲信。庄峰，就按佩琴说的办吧，但是我要补充一点，动手的地点要接近日军的防线。嫁祸给日本人？阿哥，不要再为我担心了，我真没事儿。离婚这么大的事情，能没事吗？我说没事就没事，你别啰嗦了。我是你阿哥，我看你这副样子，你说我能放心吗？你现在不应该担心我，你应该担心另外一个人。谁？还装？啊，你说沈佩琴啊？我一会儿就准备找她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这次想彻底跟她摊牌，真的。那你就痛快点儿，过了这个村儿啊，可就没这个店儿了。啥意思啊？再坚强的女人也受不了热烈的追求，要是错过了，
怕你小子后悔一辈子。你不对啊，我以前对你不也是热烈追求，你还是……开玩笑。对佩琴啊，我尊重她，我不想对她死缠烂打。行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这边啊真的没事，你就不用担心我了。赶快去吧。阿妹，我跟你说一件事儿，我对萧逸恒下手挺狠的，但是他就没还手。他活该。可是陈皮说啊，把他打吐血了。什么？我不知道我是下手太狠，还是他急火攻心。所以阿妹，离婚这件事，你应该再想想，考虑考虑。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就这样吧。你看啊，我那么狠的打他，他都不还手，这很不正常。按常理说，最不会背叛廖大哥的应该是萧逸恒。但你想，现在多奇怪！我回到家以后跟陈皮也商量了一下，他也觉得不正常，所以会不会是他有什么事情在隐瞒我们？能有什么好隐瞒的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也别瞎想了，我这真没事儿，赶快回去。阿妹，回去吧，放心啊。谢谢阿华。坐。二哥，您在这坐着，阿花哪有上桌的道理啊？哦，那二哥都让你坐了，你就坐呗。哎呀，你别动手动脚的。你有完没完了？你俩真是对冤家。二哥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感觉我跟他有什么似的。这过去没有，现在有点不也挺好的吗？二哥，您在阿花心里可是特别英明的长官，您要非这么说，那阿花只能走了。坐下，坐下。既然我是你的长官，你就要服从我的命令，对吧？把你俩找来，我是有事要说，是一件大事儿，是正经事儿。二哥，你就这点最好了，这无论什么时候啊，你都把我们俩的事挂在心上。哎，嫂子，二嫂，嫂子，坐这儿一块儿吃点呗。陈怡解开。去，赶紧拿椅子去。二嫂，你坐呗。嫂子，要不然我跟阿花，我们俩先回避一下。我们先走了吧。这没有什么二嫂，只有江医生。检查身体很好笑吗？回避什么？行，你姐。坐这儿啊。哎，不是嫂子，哎，你坐这儿吃会儿呗。哎，您坐这儿吃点吧，二嫂。你再使劲咳，今天晚上还会出血的。肖大虎，啊，你要是不想你二哥死呢，你就不要再让他喝酒了。不，哎，嫂子，二嫂，哎，你快点去啊！都给我坐下，别惯他这个臭毛病。坐下。我说你们两个大男人，这么大晚上的放心二嫂一个人走夜路啊？真是的，二嫂。哎，二哥，这都一个个惯的，这都什么毛病？这都是。哎，疼！给我坐下。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说。不是关于你和阿花的。
那什么事儿啊？廖师长要回云南，你把他安全的给我送回去。不是，我送合适吗？这是我的决定。不是二哥，你不是刚跟他翻了脸吗？这你就让我去送他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？这个跟你没关系，一切听从廖师长的指挥，只管把任务给我完成就好。行，我听你的。哎，嫂子不让你喝，哎，啊，你也咔咔，回头他再找我来。行了，放心，我走了。大哥，这次可是把我害惨喽。受点委屈，可以让男人更成熟。可在他们心目当中，我就是个小人呐。小刀敢打我，美兰也在跟我闹离婚呐。也好，这也证明当初我没有看错小刀啊。他的确是个好兄弟。而你呢，运气更好，你能娶到美兰这样的好姑娘，真是你小子8辈子修来的福分呢。可这以后的日子，我在他们心目当中就是个无耻小人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啊？光这些唾沫就能把我淹死了。啊！我听说小刀把你打得吐了血。这样一来，蒋委员长的手下就可以更加信任你了。您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吗？啊，现在只能这样选择。至少可以把这支光荣的部队掌握在咱们自己人手里。我已经接到命令，我马上就要归属到薛岳的战斗队员了。3年前他和龙主席有过过节。现在他会不会拿我们开刀啊？不管他怎么折腾你，你只记住一个字：忍。万一我忍不住呢？哎，我很佩服张自忠将军呢。七夕事变之后，他也是被千夫所指，他背负着汉奸、特务、卖国贼的罪名那么长时间。到了临沂保卫战，他不还是用战功自证清白了吗？我相信你萧一恒有朝一日，一样也会被大家理解的。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忍不住的话，还请您多谅解我。一恒啊，我相信你。先不说这些了，说说眼前的事儿吧。我派大虎带一个排护送您回云南。哦，有人向我通报了一个重要情报。什么情报？委员长已经下令想干掉我。那我派小刀带一个营护送您回云南吧。啊，不必了，大虎带一个排就足够了。您那么有把握？因为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与我同行。可以信赖的人？谁呀？沈培琴。哦，这个女人不简单呐。她到底是哪路的朋友？她和我心里所想是不是一样的？有些情况现在还不能说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陆军长十分信任他。有他的保护，
我的安全你就放心吧。您还是小心为妙。以恒啊，再见吧。